大家好，这一集是我在19年3月份从西向东横穿澳洲的摩旅记录。我是从西澳的珀斯出发，途经南澳、维州首领地，最后到达了新州的悉尼，一共花了30天的时间，骑了7300公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路上所看到的澳洲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我这一路骑行跟露营的经验。这次摩旅由2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我自己从珀斯骑行22天到墨尔本，第二部分是我的好朋友臭三儿开车跟我一起从墨尔本到悉尼，一共骑了8天。今天是3月2号，现在早上8点，我的环澳现在只有正式开始了。对，没有听错，我原来的计划是环澳，到了悉尼才临时决定结束这次摩旅。OK， 继续吧。正好赶上公众假期，有2个朋友带着他们的家人跟我一起向南出发，到了巴斯尔顿。巴斯尔顿离珀斯大概200公里，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第2、南半球最长的木桩栈桥，长1.8公里。我们把营地设在下午到了诺斯曼，要从这里进入 A1 国道，也叫埃尔公路。这条路穿过纳拉伯平原，进入南澳，一直到奥古斯塔港，总长为1670公里。我从诺斯曼出发，一共用了5天的时间，骑行1200公里，到了塞杜纳，结束了这段无人区的骑行。从诺斯曼到塞杜纳的这条路上，加油站平均间隔在100公里左右。这个路段的气候白天非常的干燥炎热，早晚温差大，油价从1.5块直接升到2块，甚至1.5升的瓶装水我在开缸纳花了7块。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有趣的东西，这里有澳洲最长的直线公路146.6公里，还有一个世界上最长的18洞72杆的高尔夫球场叫 Nullarbor Links，总长度是1365公里，喜欢打球的朋友可以来挑战一下。还有一个比珀斯快45分钟，只有约200人使用的时区。从 Border Village 进入南澳开始，大概150公里都是沿着海边的悬崖在行驶，路上有几个进入悬崖观景台的路口，可以开到悬崖边看风景，景色很壮观。从5月到10月，这里还是观看南露脊鲸跟座头鲸的好地方。在这条路上骑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尽量避免在天黑的时候骑行或者驾驶。在我快要到科克尔比迪的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然后发现公路边上陆续的开始出现袋鼠，有一次是在我前方10多米处穿过。因为袋鼠的颜色跟周围环境的颜色很相似，加上傍晚的可视距离比较短，所以只有你快要靠近的时候才会发现它们。这也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袋鼠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当然这是相对的，我们给它们带来的危险后果更严重。到了塞杜纳，物价油价都回到了正常水平。我在镇上找了个营地，我从出发到塞杜纳都没有洗过衣服，
正好这个营地有洗衣房，在这里洗了衣服，然后简单的检查了一下车子。从珀斯出发已经第10天了，过去的9天每天都是搭帐篷露营，其中有一次是在奥尔巴尼海边的免费营地，还有一次是在弗勒斯贝海边的沙丘上，其余的7天都是付费的营地，环境跟设施都还不错。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营地叫 Fraser Range Station， 是从诺兹曼上埃尔公路大概100公里处。从它的入口开始就觉得那里很旧，后来了解那个地方有近150年的历史。1870年有2个人在前往阿德莱德探险的路上发现了那里。回顾一下这10天2700公里的骑行，这一路的路况特别好，然后一脱离城镇都是单车道。一路上骑行见到的几乎都是运输的卡车，还有房车，然后见到最多的是拖挂式房车。住过的每个营地所占的拖挂房车的比例也都在80%-90%，然后几乎都是老年人。据说很多澳洲人退休以后都会把房子卖掉，然后买房车环澳旅行，长期生活在路上。所以在澳洲任何一个时间都有12万台房车在路上。我这一路没有见到任何超速的车辆，在进入南澳才见到第1台警车，人们非常的守规矩。我没有感受过一丝公路上人为所带来的危险。从塞杜纳继续沿着海岸线向南骑行，环绕埃尔半岛。埃尔半岛介于东边斯潘塞湾跟西边大欧洲湾之间。这个半岛的名称埃尔跟我这几天一直在骑行的埃尔公路为同一个人，叫爱德华·约翰·埃尔。他是当时英国驻澳大利亚殖民地执行官，也是第一个走陆路从阿德莱德穿过那拉伯平原抵达奥尔巴尼的欧洲人。埃尔半岛的水产业跟旅游业都非常发达。我在经过科芬贝的时候尝了一下著名的科芬贝生蚝，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生蚝，如果路过这里一定不要错过。在贝尔贝可以跟澳洲海狮一起游泳，还有更刺激的项目是潜水观看大白鲨。经过了埃尔半岛的主要城镇林肯港、怀亚拉、奥古斯塔港，骑行了大概1000公里，3月14号到了阿德莱德。阿德莱德是南澳的首府，澳洲第5大城市，130万人口，只有不到200年历史的城市。它的名字是以威廉4世的王后阿德莱德所命名。我在市里找了一家青旅，10多天没有住过室内了。虽然好几个人一个房间，但是能住在有屋顶、有空调的地方，感觉格外的新鲜。在阿德莱德只住了2晚，期间因为车子冒机油，去买了机油跟油箱盖处理了一下，然后还去了唐人街逛了一下，喝了杯珍珠奶茶，吃了个海南鸡饭。在阿德莱德南部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岛，是澳大利亚第3大岛，叫袋鼠岛，面积440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大7倍。从阿德莱德出发，骑了大概100公里，先到了 Cape Jervis 码头。在那里坐了1个小时轮渡，到了袋鼠岛。岛上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连土豆、蜂蜜这种东西都是被禁止携带进入岛内的。下船以后又骑行了1个半小时，才到了岛最西边的一个营地，紧挨着 Flinders Chase 国家公园。营地里住着很多的野生动物，树上还有很多考拉，它们白天只在树上睡觉，晚上偶尔会移动。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近距离看到它们。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跟摸到野生的考拉。考拉很温顺，它的毛摸起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软软的，很柔顺。进入 Flinders Chase 国家公园，走到袋鼠岛的西南角，有一座100多年的灯塔，然后从那儿沿着路走下去，就可以到新西兰海狗的栖息地。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海狗跟刚出生的小海狗，非常的可爱。大部分的海狗都在睡觉。
在灯塔海湾的另一角可以看到经过海风海水数万年雕琢形成的长相奇特的大石头，感觉就像人放上去的一样。在离开袋鼠岛的前一天，我去了岛中南部的希尔贝，澳洲海狮的栖息地。那里有专门的向导带人们去观看海狮，是不允许游客独自靠近海狮的。澳洲海狮也因为人类的过度捕捞跟捕猎，现在被列为了濒危物种，大概仅存12000只，其中有1000只左右目前栖息在这里。岛上还有几个酒庄，有很多的徒步路线跟美丽的海滩，这里绝对是南澳度假的好选择。我的后胎磨得差不多了，回到内陆以后，先去了阿德莱德换了后胎，然后继续向东出发。跟刚从珀斯出发完全不一样，越往东人越密集，行驶在路上的车也变得越来越多。当天出发的比较晚，所以就在南澳跟维州边界的 Border Town 的荒郊住了一晚。维州的边界。第二天进入了维州，现在开始。下午到了格兰平国家公园。这里是维州最著名的公园之一，有丰富的澳洲原住民历史遗迹，最早的有5000年前的壁画。格兰平山脉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块巨石，被维州西部的大平原所环绕。据说这里是4亿年前地壳变动所形成的。福尔斯盖普小镇就坐落在这个巨石的山谷中，这里距离墨尔本大概250公里。常住人口有400多人。我住在小镇上游水库边上的一个营地，这次住的又是一个像动物园一样的营地，到处都是袋鼠、鹦鹉，还有鸭子。哎，忘记了，这里的袋鼠还会跳舞。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我去爬了离小镇比较近的 Pinnacle 观景台。登山的路程往返大概是2个多小时，路还算好走，没有太大的难度。站在山顶望着一望无际的维州大平原，再看脚下的福尔斯盖普小镇，有山有水，感觉这里真是个好地方。据说水库的水很深，夏天水也很凉，可以在这里划船跟钓鱼。其实我这一路都在想着鱼竿的事情。下次旅行要考虑带上一只。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have your attention. I've just been handed an urgent and horrifying news story. And I need all of you to stop what you're doing and listen. 我这一路一切都很顺利，车子没有出过问题，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危险，直到大洋路。3月22号一大早起来，从格兰平向南朝着大洋路方向出发。中途休息了好几次，下午才到坎贝尔港。从地图上看已经走了好远，马上就经过大洋路抵达墨尔本，时间过得好快。第二天阳光明媚，天气非常的好，开开心心地开始了大洋路之旅。因为坎贝尔港的加油站没有95以上的油，所以出发的时候没有加。在大洋路看完伦敦桥，还是觉得先加油比较稳妥，就去了北边的镇子平本加油，然后在那休息了一会儿。手机插在车载充电器上忘了拔，当我要出发的时候，发现车子打不着火了。路过的人帮我推车也推不着，找了镇子里马路救援车辆来帮我充电，但始终打不着火，好像是电池彻底坏掉了。完全没有电。多亏已经快到墨尔本了。我给臭三儿打了求救电话，他马上在墨尔本买了块新电池，就奔这儿来了。开了3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在我等他的这段时间，有些路过的村民过来打招呼，问我需不需要帮助。其中有一个叫 Marie 的朋友停下来给我留了些吃的跟电话，告诉我如果救援没有到就给他打电话。他家在附近的镇子上，他可以过来接我去他家。太阳快下山的时候，臭四儿星光闪闪地出现了，真的是太激动了。但没想到我俩7年后的重逢，竟然会是这样一种场景。装完新电池打着火的那一刻，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之后我俩在镇子里吃完晚饭，赶回墨尔本已经午夜了。就这样安全地结束了从珀斯到墨尔本的这一段旅程。我们在超市刚买完东西，现在就要出发了。今天的目的地是澳洲大陆的最南端。哎呦，现在都12点半了。今天星期六，4月13号。我在墨尔本休息了大概20天，我俩今天终于上路了。我们第一天的目的地是距离墨尔本200公里的威尔逊贾国家公园，这里的风景非常秀美，也是非常受维州人欢迎的一个公园。我们这次的行程是2天的徒步，往返距离大概30公里。我们准备了2天的食物跟水。第一天会在中途的 Halfway Hut 露营，第2天到达目的地 Source Point， 然后返回。我们把车子停在公园的停车场以后，搭摆渡车到了入口，然后开始了徒步。现在5点了，我们开始徒步了。我们要走3个小时，到中途的一个营地，然后住一晚。6点，天也快要黑了。估计我们到营地的话，估计天也黑，完全黑。现在6点40，还挺快的，我们到了。我们到营地的时间比预计的要早，但是天已经黑了，营地里也没有照明。我们找了个地方搭完帐篷，烧水泡了碗牛肉面，吃完聊会儿天儿，早早的就睡了。7点18，这一次来自辽阳的 Sherpa。等会儿是往这边走？肯定的。什么叫肯定的？拿手机看一下，来。昨晚下了一晚上的雨，我们都没有睡好。早上你几点起来的？6点。那6点就起了，那我多睡了一会儿。我们刚收拾完东西，现在出发了。今天去哪里？最南端。现在8点40，我们走了一半，还有3.7公里，1个小时的路程就到 Source Point。最后3.7公里的路是走丛林，还要爬坡，有一点点不好走。哇，终于看到海了！继续走吧，小伙子。我们终于到喽！5点45。5点45是吧？对。现在11点了，我们要赶在5点45之前回到昨天我们下车的地方。我们到了 Source Point， 在那里待了1个多小时，然后11点开始往回走，下午4点才到摆渡车的停车场，感觉非常的累，但也非常的满足。4月15号早上8点40，好吃吗？好像再煮一段时间好了，我关火关早了，懵逼了。早上吃完饭，我们到了90英里海滩。顾名思义，它的名字来源于它的长度。这个海滩长94英里，据说是世界上第4长的不间断的海滩。站在沙滩上，朝两边看，根本望不到边。沿着这个海滩有很多的免费营地，听说这里还是钓鱼跟捞螃蟹的好地方。可我们什么装备都没有，所以只能吹吹海风，在沙滩上踢踢足球。我们开车在附近逛了逛，我这个兄弟把车开进小路，非要把这辆驱车往沙子里开，那结局可想而知。我肯定是下去推车了，谁开的谁推呀？还好没有陷进去很深，几分钟就把它推了出来。
晚饭我们在海边的烧烤台上烤了点肉，弄了点沙拉，吃得饱饱的。然后回到营地捡了些干柴，生了火，坐在篝火旁聊了很多过去的回忆。4月16号早上9点，我们也要换地方啦。下一站是90英里海滩东边的尽头，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湖系统——吉普斯兰湖的入海口。这个入海口是19世纪末建造的，位于莱克斯恩特伦斯，距离墨尔本320公里。这里也是维州著名的渔港跟度假胜地。我们在的那2天天气非常好，我们租了艘小船，在湖中自由地乱窜，湖水绿绿的，非常的漂亮，一看见就有一种想跳水的冲动。你这叫啥风法？玩人呢？我又要下去推船了。我的这位兄弟不停地给我惊喜，这回是把船给搁浅了，还好能推得动。我一共跳下水推了2次船。回去的时候在岸边捡了一些海虹带回去，然后晚上臭三儿在营地给做了非常美味的海虹。非常推荐来这边度假，最好再租一艘小船，再带上鱼竿跟蟹笼。今天是4月18号，现在早上10点10分，我们在 Lakes Entrance 待了2天。今天要去坎培拉。还有2天就到悉尼了，只剩下最后一站了。我们经过 Cairn River 进入新南威尔士，翻过大雪山地区，一共骑了400多公里，在傍晚的时候进入了坎培拉市区。早上推完房，我们就直接去了议会，就像去了北京一定要看天安门一样，到了坎培拉，议会是必看的。我们把车停在了议会的地下停车场。这里除了圣诞节休息，其他时间都是开放的。进入议会的时候，在入口会有一个简单的安全检查。坎培拉的名字来源于土著语言，原意为相聚的地方。在1913年，由当时澳洲总督夫人 Lady Denman 取名。坎培拉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内陆城市，约有40万人口，距离悉尼280公里，离墨尔本660公里。1901年澳洲成立联邦以后，当时2个最大的城市悉尼跟墨尔本争夺首都非常的激烈，最后选了一个折中的地点，就是现在的坎培拉。它在1908年被选为首都，1913年被正式命名为坎培拉，并开始兴建。城市的总体规划由美国建筑师格里芬夫妇设计。1927年，联邦议会从墨尔本迁到了这里，坎培拉也正式的成为了首都。之后我们直接去了悉尼，臭三儿飞回了墨尔本，然后我临时决定了在悉尼结束这次摩旅。都看到这里了，我猜你应该喜欢这个视频，那就请你动一动你的小手指，加个订阅，点一下赞，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